嗨，大家好，我是永和彼得潘。我今天呢是要来拍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相信大家平常都是看到我身穿车衣在自行车上骑各种不同路线的影片吧。那今天呢比较不一样哦，因为最近刚好是2026刚开始，新年新气象 ，New Year, New Everything， 所以肯定新车也是不能少的吧。但在我换新车之前，我的旧车在这边，新车呢其实还没有到。因为我们在订新车之前，我们需要先做一件事，像是我们平常在买新鞋之前，我们都需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脚是什么尺寸，我们才能买鞋嘛。就要带着我的宝贝来做一个全新的 bike fitting。今天呢是来到杰士乐这边。OK， 我现在已经到他们这个 fitting 室了。那这边呢有非常多东西可以让我们选择。哦，这个叫铁牛机。是专门给 fitting 测试不同设定的时候会需要用到的一个机器。那这个呢，它就是可以自由调整坐高，还有坐垫前后。这边就是可以比较方便的调整你把手的宽度。这边有很多坐垫可以供我们选择不同尺寸的把手。因为每个人的身材都比较不一样，所以要找到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车子，都是需要经过这个 fitting 的动作。那 fitting 有包含很多东西，真的是非常深的一门学问啊。所以我今天就是要来做一个完整的 fitting， 才能定我们心目中想要最适合的车子。要不然到时候如果定错了，就冤大头了。好，那我们等一下就准备开始了。等一下就带大家一起看这个 fitting 全部的过程吧。那当然，如果要去做 fitting 的话，最重要的是，当然是要先换上车衣。这样才能最完美的模拟我们在车上的情况。嗨，大家好，这是我第一次拍新车开箱的影片，真的是太兴奋啦！今天是请永和杰士乐协助我的主车全记录，从选车、选配件之前要做的 fitting， 到主车配件选购，杰士乐直接一道工帮我全部搞定。这我卡鞋穿错6年了，他都是要顶到最后面才绑鞋带，我之前都是重心比较靠前去绑，所以说那个稳定度真的差很多。现在就感受到两脚，右脚是照原本习惯绑，然后左脚是刚刚阿德教我怎么绑，真的差很多。我今天的 fitter 是杰士乐店长阿德，除了专业之外，阿德也非常热情仔细，大家也欢迎来找杰士乐单车处理自行车的任何疑难杂症哦。今天的 fitting 在上铁牛机之前，要先上我的旧车，从原来的骑姿跟设定去做优化，先微调一些原先自身骑乘时有的毛病以及身体状况，这样 fitting 调整出来的设定才会更适合我。所以其实你的鞋子设定应该就是，我觉得是需要稍微调整一下，然后你的坐高、坐长设定应该是可以。因为自己之前贪玩乱试了很多不同的设定，结果后来真的搞得一团糟。看来是真的有很多设定需要动呢，还好我先来 fitting， 要不然车子定下去就来不及反悔啦。刚刚做这一下的我这个该逼真的是好痛。接下来要上铁牛机大改造了，我在这边需要找到最适合我的龙头长度、把手宽度、把手高度、垫把内凹角度、座舱空间、坐垫形式的选择、坐垫宽度、坐高、曲柄长、站宽等等。你们听到这边应该也快昏倒了吧？是我的话也快昏了。所以 fitting 还是得找专业的来搞，真的可以省去很多麻烦还有冤枉钱。但是还是想跟各位说，就算 fitting 可以改善很多骑乘时会遇到的不适，但日常训练还是非常重要的。有规律的骑乘习惯，核心锻炼更可以让你在骑乘时维持稳定、舒适。治标的同时也要治本才行。好，我们刚刚已经做完全部的 fitting 了，现在就是要来选车架的尺寸。我们刚刚把龙头长度、把手高度，还有座舱空间，还有坐垫都选过一轮了，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接近准备好，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订车了。这边就是要看我们是要订什么样尺寸的车子。你好，你好，你好。这是我的车，这是脚踏车。哦。
大家看，这就是我的新车 Trigon AR01。我们等一下就要把这台车跟我最新的轮组 BlackTech 交给杰士乐处理。我们过2天后再来看我们的车子会组成怎么样。走吧。开箱我的车之后，现在就正式进入我最期待的主车环节。主车同时，就让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新车和新轮组吧。车架选用 Trigon AR01 空力蓝，搭配大家熟知的新盲轮 BlackTech C1D GC。变速套件使用 Shimano Ultegra 12速大全套，其他配件如座管、一体把也全数选用 BlackTech， 再加上 CSBB 与 Physic Vento Argo R1 坐垫。那就让我边组车边带大家认识这台战车吧。其实去年我也是骑 Trigon AR01，AR 不单纯只是 Aero 空气力学，而是代表更全能的 Allrounder 缩写。它最显著的特色就是 VTT 涡流管技术，车架表面有类似高尔夫球的凸起纹理，能优化边界层乱流，让气流紧贴管壁，大幅提升空力效益。官方数据显示能优化 19% 的空力表现，节省约32瓦。AR01 定位介于爬坡与空力车之间，车架仅重980克，若搭配顶规套件，绝对能做到 UCI 下限的 6.8 公斤。虽然碍于学生预算，目前先用 Ultegra 应战，但之后一定会慢慢升级。所以，如果你们喜欢这支影片，欢迎也用超级感谢赞助一下彼得潘哦。细节方面，前后碟刹处设计了碳纤维导流罩，不仅修饰卡钳外观，整合气流，更能提升散热效果。走线部分采用 Token Cable Box 系统搭配 BlackTech 一体把，线管全收纳于头碗内，外观简洁利落。且相比其他全走内线系统，这套设计对转向顺畅度与技师保养都更友善。刚性的部分 ，AR01 的5通头管与后下叉刚性极高，强调踩踏传输效率，让我们在公路赛冲刺时能瞬间将输出转化为速度。规格采用 T47 锁牙式5通，也解决了压入式 BB 亦有亦因的通病。最后，车架支援至 32C 胎宽，也符合宽胎舒适化的主流。下管处更贴心预留了第3锁孔，长途骑乘时能同时携带2罐水壶与工具罐，扩充性满分。讲完车架，接下来要介绍这台车的灵魂——轮组。这次我搭配的是 BlackTech C1D GC。说到 BlackTech， 大家第一印象绝对是那标志性的星芒造型，不仅颜值点满，性能更是强悍。结构上 ，C1D GC 采用连续碳纤维一体成型技术，将轮框、辐条与花骨壳融为一体，完全舍弃了传统的螺丝组装，这带来了极高的扭转刚性，力量传导几乎零流失，而且整组重量控制在极轻的1350公克。核心花骨则是与 DT Swiss 共同研发，采用180等级的内部机构搭配陶瓷轴承，滚动阻力极低，顺畅度远胜一般钢珠轴承，且后续保养也非常方便。要注意的是 ，C1D GC 采用 Hookless 无框钩技术，必须搭配 Tubeless 无内胎外胎使用。大家在选购外胎时要特别注意品牌规格与胎压限制。型号上的 GC 代表是单车赛事中的 General Classification， 也就是全能型的意思。框高40 mm， 适合全地形作战。当然，如果你是平路型选手，可以选 C1D Flow。专攻爬坡的话，则有 C1D HC 可供选择。总结来说，因为采用一体式碳条，它不像传统钢丝辐条在大力踩踏时会产生形变，这让它的加速反应极快。但相对的，路感回馈也会比较直接、硬朗一点，这就是极致性能的代价。OK， 大家你们看，我的新车 Trigon AR01 已经正式组完了。杰斯也用1个下午的时间帮我把这台车超级快速的赶出来，所以现在其实还是晚上时间，我明天就可以开心的带着我们这台新的宝贝出去外面郊游了。所以最后清点一下我们的配件，我们的车架是选用 Trigon AR01， 轮组呢则是 BlackTech C1D GC， 把手、座管也都是使用 BlackTech 的 ，Shimano Ultegra 12速大全套。CSBB， 还有 Physic Vento Argo R1 坐垫 ，Favero Axioma 功率踏板。但在最后骑乘之前，我们需要先量一下这台车的车重。最后的结果是
噔噔噔噔，7.38公斤。好，终于可以出发骑车了，走吧。哇，刚骑完华城路了，我真的必须要说一句公道话，就是全高 AR01配上 BlackTech 轮组，还有当坐垫，这坐垫真的是跟床一样舒服哎。所以在全高 AR01还有 BlackTech 轮组，它的性能呢，我真的觉得真的是无可挑剔。不管是在平路、顺风或逆风，甚至是爬这种刚刚华城路有几个15%到20%的陡坡，我都觉得非常轻快。就是我力量只要一输出下去，马上就转换成我的速度了。要我老实讲，我真的觉得唯一一个比较大的缺点就是我太久没骑车了，在骑那个240、250才推4出头，就喘得跟之前推5点多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督促我，好好在寒假拿到这台宝贝新车之后，多多出门骑车，多多训练，重回之前的那个水准。哇塞，你们看，它这个颜色其实蓝偏绿，所以在不同阳光照射角度、不同天气，它都会有不一样的颜色。所以有人说，当你拿到新车不会想要一直拍它的时候，就代表你选错车了。每次出门都要拍好拍满。哇，这个轮组颜值真的是满分呐！不管是性能、造型，真的没有一个可以挑剔。太爽了！还有等一下，发现刹车的握距是有点太长了，所以等一下我们还要回杰斯勒一趟，去稍微调整一下我刹车的握距。刚刚骑车的时候，觉得下坡，这个手好像没有那么大，所以来调一下我的刹车间距，就调到最小了。哈？调到最小，让你试试看。好，没问题。这边也调。好，谢谢老板。OK。OK，各位，这就是我主车全纪录的完整影片。那也很感谢杰斯勒单车从一开始的 fitting 到配件选购，到最后主车全部一次帮我一条龙搞定。相信大家刚刚应该也在店里面看到很多神兽级别的单车吧。所以，如果你有任何单车相关问题，也欢迎来找杰斯勒为您服务。最后，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也别忘记帮我按赞、分享加订阅。我是永恒彼得潘，大家下次见，拜拜。